2名潜水员正从一个水下洞穴上浮，可其中一人突然掉头向洞穴深处游去，同伴追过去想要抓住他，但几秒钟后他就在黑暗中消失不见。同伴立刻返回水面求救，可当救援人员下去后，诡异的场景再次出现，一名潜水员突然发疯，然后也坠落向洞穴深处。这就是在美国真实发生过的翡翠泉事件。翡翠泉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奥兰多以湿地居多，地下河道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的湖泊、天坑、河流如繁星一般缀满整座城市，而翡翠泉就是其中之一。翡翠泉其实是一座天坑，位于奥兰多费尔班克斯大道附近，四周被一片社区包围。从空中来看，这座天坑并不大，很像是一个小池塘。池塘的表面直径只有45米，但水面以下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沙漏型的水下洞穴系统。据估算，它的深度至少在152米以上，但具体有多深，直到今天都是个谜。因为翡翠泉恰好位于一个私人住宅内，它是不对外开放的。但在上世纪60年代，房主曾把它租给了一个潜水俱乐部作为训练场使用。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就是国际专业潜水协会以及美国洞穴潜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哈尔沃茨，也是美国潜水界的一名传奇人物。1970年8月13日，哈尔带领几名学员来到翡翠泉，那年他才35岁。这次来的目的不是训练，而是下去寻找2天前训练时丢失的一件安全背心。这件背心在当时售价142美元，换成今天差不多要1500美元还是比较贵的，丢了的话比较可惜。陪哈尔一同下去的潜水员叫弗雷德·史密特，只有16岁。别看他年龄小，却是潜水方面的一位天才，也是当时奥兰多深潜记录超过100米的4人之一。而且受当时的技术限制，他们用的还不是氧气呼吸器，而是普通的空气呼吸器。当天中午11点左右，2人跳入水中，很快他们就顺着引导绳来到水下46米处开始寻找，但找了一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2人决定返回。可才上浮了几米，哈尔发现弗雷德竟突然掉头开始往下潜，原来他的手电筒不知为何从身上脱落，弗雷德就想追上去把他抓回来。哈尔赶快下去阻止他，因为2人带的气体并不多，而下潜的深度越深，上浮减压的时间就越长，那耗费的气体也就更多。可弗雷德下潜的速度非常快，哈尔追到水下91米也没追上。弗雷德在漆黑的洞穴深处消失不见，因为身上的气体已经不多，引导绳也到了头，哈尔只得返回水面求救。可因为他下潜的过深，上浮的速度又过快，返回途中哈尔竟突然昏迷。幸运的是，几秒钟后他又醒了过来，他明白自己患上了减压病，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哈尔快速回到水面，并用房主的电话报了警。因为翡翠泉就在室内，所以救援人员很快就赶了过来。搜救行动从13号晚上一直持续到15号晚上，但弗雷德始终没有被找到。到了8月16号这天，刚从减压病里恢复的哈尔也加入了搜救队伍，6名潜水员同时进入洞内寻找。哈尔与救援队的巴德、西姆斯以及比尔3人一组，他们很快就来到弗雷德失踪的91米处，但跟前2天一样，也是一无所获。随后，哈尔与巴德准备返回水面，比尔则决定继续找找看，但灾难再次到来。当时哈尔与巴德正在46米处进行停留减压，减压是深度潜水中一个非常耗时又必须要进行的程序，否则潜水员就会出现减压病，轻则关节疼痛，重则昏迷窒息。减压的过程非常无聊，就是啥也不干，在水里硬待几个小时。这时哈尔正在通过冥想打发时间，而巴德却在四处张望，他被身边的气泡和溅起的泥土吸引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现自己被一节绳子缠住了，巴德立刻陷入了恐慌，他拼命挣扎，试图摆脱身上的绳子。哈尔看到后想让他冷静下来，但没什么效果，于是哈尔就拿出刀帮他把绳子割开。可巴德还是恐慌不已，他像在躲什么东西一样拼命往上游，可在中性浮力下他游得很慢。哈尔不得不再次帮忙，他深吸2口气，然后用嘴给巴德的安全背心充气。之后考虑到巴德情绪太不稳定，哈尔决定不再减压，先带着他浮出水面，毕竟相比减压病来说，恐慌的危险性更大。可哈尔突然又发现巴德嘴里的呼吸调节器竟然脱落了，之后他也没有把调节器重新塞回嘴里，反而在拿着安全背心的充气管吸气。哈尔想帮他把调节器塞回嘴里，但巴德就像着魔了一样，怎么都不愿意。哈尔意识到巴德可能已经不再清醒，于是就准备启动他身上的浮力装置，强行让他浮上水面。可哈尔一靠近，巴德就剧烈反抗，他甚至开始殴打哈尔，2人还撞上了岩壁顶部。哈尔嘴里的呼吸器被巴德扯掉，身上也被引导绳给缠住。考虑到再靠近巴德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哈尔只得推开他。在挣脱绳索后，哈尔快速上浮，但减压病带来的疼痛也开始出现。他一浮出水面就让同伴喊救护车，然后哈尔再次回到水下以缓解减压病的症状。
在哈尔的下方，因为一直在吸安全背心里的空气，巴德的身体进入了负浮力状态，他开始以自由落体的形式往下坠，而且一边降落还一边手舞足蹈。这一幕恰好被上浮的比尔看见，比尔赶快游过去查看情况。但两人刚一接触，巴德就开始殴打比尔，比尔的呼吸器、潜水镜，甚至整个面罩都被巴德扯掉。比尔不得不推开巴德，重新穿戴设备。当他再次睁开眼查看时，发现巴德正往洞穴深处坠落，因为距离太远，已经不可能追上他了。比尔只得独自上浮。救护车很快就赶了过来，因为哈尔的减压病比较严重，他直接被拉到了卡纳维拉尔角的宇航中心进行减压治疗。等比尔完成减压回到水面后，这场救援行动也立刻停止。在之后的时间里，弗雷德与巴德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据推测，翡翠泉的底部很可能还连着地下河，两人的尸体应该已经被水流带向了别处。据说弗雷德有心脏病史，很可能是登脱落时他因为恐慌心脏病发作，然后才一直往下坠。而巴德应该是出现了淡麻醉，淡麻醉的典型症状就是先过度兴奋、忧虑、恐慌，然后判断力下降、思维迟钝，最后神志不清，陷入昏迷。而是否患上淡麻醉，除了跟潜水深度有关外，还跟潜水员的体质关系很大，这个很难预防。所以在现代深度潜水时，氮气逐渐被氦气或氖气所替代。而在这两起事故发生以后，拥有翡翠泉的房主决定，只要他还拥有这处房产，那翡翠泉就永远不再对外开放，当然科学研究类除外。而哈尔沃茨虽然短短4天内亲眼目睹了2位同伴在身边遇难，但这依然没抵挡住他对潜水的热爱。在后来上万次的潜水生涯中，他创造出了一项又一项记录，并很快成了潜水界的一名传奇人物和权威人物。但在这里也提醒下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是哈尔这种大佬，所以一定要牢记洞潜的安全原则：一、不要随便进入洞穴探险；二、不要进入有水的洞穴探险；三、不要进去。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